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东帝汶如何脱离印尼的魔爪，走向独立？而东帝汶的背后靠山到底是谁呢？印尼军方支持的极端分子竟然在独立公投后进行大规模的报复，逼得联合国紧急授权印尼的仇家澳大利亚持尚方宝剑，率领联合国武装部队紧急进驻东帝汶维和，迫使印尼的势力撤出该区域。在印尼武装入侵和占领东帝汶期间，世界上多数的主要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阵营的，都默认了印尼对东帝汶的统治，比如英国、加拿大、日本、澳洲等，有者甚至更提供武器帮助印尼镇压当地的反抗势力，比如美国。而在联合国里的博弈，这些国家也一直在为印尼背书，使印尼一次又一次逃过了谴责，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让你印尼来管理这个地方，总好过被苏联的红色势力入侵。在这里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利益似乎高于他们所倡导的人权，所以当时他们对东帝汶境内的人权问题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至1991年，苏联的突然解体，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威胁到美国的对手就此消失了。此时正式步入美国独霸全球的时代。这时西方已经没有顾虑了，因为苏联已经没有那个资本来揽红这个地方了。而当时靠着反共理由入侵和占领东帝汶的印尼，此时也已经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再赖着不走了。所以西方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东帝汶到底该不该归你印尼呢？哈哈，因为单靠印尼自己的力量，没有国际社会支持的话，印尼很快就会面对到国际的制裁。之前之所以印尼可以顺利吞并东帝汶，是因为西方在联合国帮印尼挡住了所有的反对声音。但现在情势不一样了，人权的招牌是时候拿出来插一插了。24年来，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人民实施各种的镇压手段，包括酷刑、性奴役、法外判决、屠杀、蓄意饥饿，都被西方无视了，直至1991年发生了圣克鲁斯大屠杀，这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1991年10月28日，印尼军队突袭了一座教堂，一位28岁东帝汶独立主义者戈梅斯中弹身亡，引起了大量的东帝汶居民前来发丧。结果再次与印尼军方发生了冲突，而这场冲突造成了271名东帝汶平民死亡，382人受伤，250人下落不明，其中1名还是纽西兰的公民，是英联邦王国的公民。这整件事的过程被2名美国民间记者给拍下来了，过后在全世界各地流传，吸引到世界上更多人关注东帝汶局势，包括西方自己的国民，并齐声谴责印尼的暴行。1991年东帝汶大屠杀后，将印度尼西亚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的澳大利亚选民比例占到了1/5。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接近29% 的受访者认为印尼是最有可能在未来对澳洲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所以一直有部分的强硬派一直想肢解印尼来确保澳洲北部领土的安全。1996年，2名东帝汶人因非暴力抵抗印度尼西亚占领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增加了雅加达寻求和平解决长期冲突的国际压力。所以西方政客们如果此时还在装沉默没看见，可能会背离群众哟。所以西方政府开始转变态度，主张要通过公投让东帝汶人民自己决定是否独立，还是继续留在印尼，而不是由你印尼说了算。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印尼的扩张如何威胁到澳大利亚的安全，这2家注定是仇家，为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印尼民怨四起，民不聊生。执政31年的苏哈托也跟着辞职下台，而新上台的哈比比总统就要开始处理这个烂摊子了。而摆在眼前的这个东帝汶问题，更是个烫手山芋，时而无味，还要顶着被国际制裁的风险，让原本就薄弱的印尼经济雪上加霜。1998年，澳大利亚政府也趁此机会放弃过去一向承认印尼吞并东帝汶的政策，转
广而支持东帝汶的独立势力，并向印尼施压，要求印尼允许10年内让东帝汶进行独立公投。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正式承认东帝汶属于印尼领土的国家。1999年9月9日至16日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欧盟都相继宣布对印度尼西亚实施武器的禁运，避免印尼再使用西方的武器来镇压东帝汶的反抗势力。于是，新上台的哈皮比总统为了自己的政绩，在未得到印尼军方的同意下，擅自同意让东帝汶在1999年8月30日举行由联合国主持的东帝汶全民公投。最终结果显示，有高达78.5%投票者赞成独立。The people of East Timor have thus rejected the proposed special autonomy and expressed their wish to begin a process of transition towards independence. After 24 years of conflict, East Timor now stands on the threshold of what we all hope will be a process of orderly and peaceful transition towards independence. Let me also assure the people of East Timor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not fail them in guiding East Timor in its transition towards independence. 此结果一出，让印尼军方大感不满，于是军方就暗中策动了一连串的报复行动在东帝汶。印尼军方通过鼓动东帝汶内部支持和印尼合并的势力，对支持东帝汶独立人士进行报复和实行焦土政策，造成全国高达75% 的基础设施被破坏，有近30万名的东帝汶人逃往印尼控制的西帝汶，沦为了难民。整个东帝汶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经济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据统计，当年的东帝汶 GDP 下跌了25%至30%。而东帝汶的混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葡萄牙、澳大利亚直接谴责印尼，同时要求组建维和部队予以介入。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葡萄牙以撤出其驻科索沃的维和部队相威胁，澳大利亚则从美澳同盟的角度劝说美国对印尼施压。于是，美国克林顿总统于1999年9月11日宣告，唯一表明了在未来从国际社会支持援助印尼经济的意愿，但这取决于印尼从今日起如何处理东帝汶的局势。这是克林顿的原话。因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已经重创了印尼的经济，印尼此时已经无力兼顾东帝汶的事务，而1998年国内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联合国安理会表达了对日益恶化的东帝汶局势的关切，并通过了第1264号决议，要求设立一支具有统一指挥机构的多国部队，在东帝汶恢复和平与安全，保护和支持东帝汶特派团履行任务，在部队能力范围内协助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联合国的武装维和部队由22个国家组成，共11000名武装人员，其中澳洲占据了主导地位，达5500人。美国在东帝汶危机全程提供了后勤与外交的支持。5天后，9月20日，联合国武装部队赶到东帝汶，逼得那些亲印尼军方的民兵逃至印尼。联合国安理会10月25日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在东帝汶独立前全权管理东帝汶事务。因此，东帝汶经历了长达2年的联合国过渡统治。2002年5月20日，过渡当局将东帝汶控制权转交给东帝汶政府，东帝汶宣告独立。同年9月27日，东帝汶加入联合国，成为了其第191个成员国。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关注，还有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如果你想看印尼侵略和占领东帝汶的全过程，而当时西方为此提供了什么样的协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看上一期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